穿上救生圈，带上潜水镜，拖着氧气管，纵身一跃。从水面潜到10几20米的海下，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水压。表姐夫深潜就为了一种独特的海洋生物。表姐夫呢，主要去捞石蚝。石蚝是涠洲岛特有的野生蚝类，因其外表像石头而得此名。石蚝属于绿食动物，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。除了外形有别于生蚝，橘红色的闭壳肌更是它独有的标志。也因闭壳肌酷似蛋黄，被当地人称为蛋黄蚝。石蚝的营养价值丰富，肉质紧实，口感厚重。清蒸和爆炒都是岛民的最爱。要在浑浊的海底泥沙里捕捞到石蚝，除了充沛的体力、娴熟的技术，还要看运气。人起来了，看到吗？啊，有个多哦。哇，这个石蚝好大。贝贝，在干嘛？爸爸回来啦！今天收获怎么样？啊，那么长时间没出海了，肯定大把货了。得了，这个东西交给我了，你们等一下带客人去买菜。走。OK。18岁离开家乡外出闯荡，今年的冯耀辉已经43岁，奔波了半辈子，在不惑之年，他决定选择跟随妻子回到故里，做起了海岛民宿的生意。我煮饭，我煮内。告诉客人这个岛上哪些东西好吃啊，什么东西值得吃啊，应该怎么玩呢？那是我的事情。我煮菜，客房。傍晚时分是夫妻俩最忙碌的时候，懂事的儿子也会帮忙打打下手。一般放假期的时候，我们家非常忙，帮忙端菜、拿碗、拿筷子、拿纸巾、铺桌布。儿子一直是冯耀辉夫妻俩最大的牵绊。为了能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，他们选择了从城市回归，也因此收获了如今一家3口既忙碌又幸福的生活。我不怎么爱劳动，我爸太多话了。我妈，我觉得我妈没有什么不好的。贝贝，端菜啦！我最拿手就是海鲜。我们这里海鲜好吃嘛？除了带游客赶海体验渔家风情，妻子的一手好厨艺帮自家民宿温暖了游客的胃，留下了游客的心。我们来第3次了，这贝妈做的口味真的是适合你们是吧？对对对，真的很好吃。那慢慢吃啊。好的，辛苦了，贝爸。辛苦了，贝爸。你们慢慢吃。背包一样背。小院子里的忙碌告一段落，冯耀辉来不及吃晚饭，马不停蹄地赶到码头，他要带领另一批客人体验海上捞飞鱼。每年4到6月都是飞鱼回游到涠洲岛产卵的季节，此时夜网飞鱼就成了冯耀辉主推的海岛体验项目。你看到它的浪里面翻白身子就是了。你看那边，我看那边啊。哦，那有看到飞起来，看到没有？你一发现它，你就直接用那个灯，用你的灯直接就照住它，你看到吗？啊，看到没有？灯光照住它。我们这个网呢，就是放在它鱼头啊，一定要从鱼头方向去啊。如果不从鱼头方向的话，它就会跑掉了。照它屁股，它就飞掉了啊！对，哎呀，没到它面前的时候，你轻轻慢慢放下去啊，不用急。看到啊，我在鱼头下面啊，起来了，看到吗？看到吧？起来了，看看，蓝色的很漂亮的鱼，非常漂亮。
飞鱼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温暖海域，以能飞而著名。但实际上，它们并不懂真正的飞翔，而是为了躲避天敌，跃出海面，利用鱼鳍在空中滑翔。飞鱼是涠洲岛春夏季最时令的特色美食。岛民的厨房通常会安排清蒸和红烧2种烹饪方式。我们当地讲究鲜，放点姜丝，放点蒜，炒香它，然后放点蚝油，放点酱油，放点糖嘛，两广人吃比较甜的。焖个30分钟就够了。晚上11点，忙碌的一家人才吃第3餐。来，尝一下本地的石蚝，涠洲岛特有的。太漂亮了，好大！哇哦！真漂亮。哦，这就是我们网上打的那个飞鱼。对，这个飞鱼它这个月份是最好的，好鲜呐！来，吃。美食最能慰藉劳累的身躯，也是链接不同世界的媒介。冯耀辉觉得民宿的关键在民不在宿，人和物、人和地、人和人互动过了，爱上这里的美食，听过这里的故事，才能形成真正的吸引力。就是来到这里面呢，大家生活在一起，就是来到朋友这里面，是吧？开开心心的玩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把我们这里好的什么好吃的啊，什么东西就介绍你们尝一尝。来了，欢迎来涠洲岛，我们纪念一下，欢迎来涠洲岛，还会再来。谢谢。广东的龙舟水向来凶猛，经过半个月的清洁消杀，受灾严重的英德市连江口镇已开始恢复往日生机。行穩嚟啊！靠捕撈謀生的漁民們正在做捕魚前的準備。休漁期過咗啦，今日正式生產啦。係啊，4個月唉，未去過我哋，你揾翻幾百蚊啦。每年的3月1號至6月30號是國家規定的內河休漁期。離水上岸4個月休養生息，得叔的生計還是和魚有關。冇收入啊，吃老本啦，冇收入嘅，賣唔去啲魚啊，拎翻嚟曬啲魚乾啊，係嘛？小魚開肚打花刀，大魚開背切肉條，這是鹹魚乾醃製入味的傳統手法。曬魚乾是連江口漁民日常生活雷打不動的習慣。咁嘅有次打魚咧係冇咗鹽咧。就用嗰啲魚乾就有鹽喎，鹹喎係嘛？但係新鮮魚冇鹽喎，唉，撈埋蒸睇下得唔得啦？原來一食嘅效果係咁靚嘅，後尾就做出啲味菜，叫生死戀，生嘅死嘅一齊蒸。我都會曬。朱天德和妻子踏上了漁船，希望今日大豐收圓滿倉啊！沉寂了4個月的江面。漁船的馬達聲再次響起，北江河鮮即將以製鮮的姿態重回餐桌。我哋嘅豐收期係10月到1、2月咁啦。相比起海上駕船的迎風鬥浪，內河行船的可謂是風平浪靜。從碼頭到下網點，一般不超過20分鐘。老婆就喺呢度放網啦。呢啲就唔得埋去嗰度。你咪放咯，咁就捉住佢啊！最多嘢講我哋噶啦。我哋嘅目標係骨魚多啲，骨魚、馬面骨、邊魚，係有啲雜魚仔。我哋都唔搞得咩大條嘅魚道嘅，都網密啊。下網位置明確，捕撈目標清晰，找對位置，順水而下。趕在天亮前江底魚兒最活躍的時候布下網陣，待最後一捆漁網下水，天色緩緩放亮，就可以準備收網了。開網嘅佢嚟啦，掹艇我嘅有力就我嚟啦，辛苦嘅就男人嚟，係嘛？嗱呢度出力嘅就男人嚟。
得嫂下的网，得叔来收，需要出力的担子得压在男人身上。开渔第一天，大部分渔民都会出来碰碰运气。这种以家庭为组合的谋生方式，在北疆世代延续。在过去的30年里，连江口的渔船从原来的350多艘逐年递减，目前仅剩63艘。攞魚冇富貴，一路以前傳落嚟嘅就掛起魚欄就冇米噶啦，真係冇魚賣就冇飯食噶啦，係嘛？江河的水产资源不及海洋丰富，价格也相对低廉，但是收获丰厚还是微薄，更多的是靠运氣。就有魚啦，馬面骨啊，呢啲40-50蚊一斤。啊，呢條桂花魚，人哋叫海底雞項，真係大豐收啊！大魚，哎呀，大手我整到大邊魚啊！夏季日照充沛，北疆水草丰美，鱼虾食物丰富。马面骨、桂花鱼、和顺鱼、黔鱼、边鱼是连江口的特产。江杰华是连江口镇最年轻的厨房大佬，勤于思考，善于搭配，熟悉食材本性，对河鲜的烹饪有着独特的见解。在江杰华的菜单里，金字招牌就是河八仙。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，故事俾咗我啲靈感俾我，所以我就諗到呢個河八仙。邊魚、黃骨魚、桂花魚以油鹽醃製，達到增鮮提香的效果。叉尾黔魚以豉汁醃製，去腥增香。絲瓜白菜墊底，最大限度地吸收河鮮的湯汁。江杰華根據食材的味性，自下而上，由淡到濃進行布陣。蒸10分鐘就可以上台啦。清蒸可以保留河鮮最本真的味道，在高溫的作用下，8種鮮味交相輝映，鮮香四溢。邊魚先，係邊魚比較鮮，因為我哋食呢個都有個順序嘅，從鮮開始係啦，到味濃，食起身嗰個層次好豐富。我哋第一次食，淨係買啲魚俾你都未食過你嘅河八仙。好，以後大把機會啦，大叔。每年嘅開漁期第1日，我哋就請你哋漁民過嚟一齊品嚐下河八仙。好嘅，好嘅。辛苦啊！漁民的辛苦勞作，粵廚的巧手匠心。聯手印證一句話：吃河鮮到北疆，最美味在連江。以後有貨留翻俾我啊，交俾我哋搞大貴製作招牌菜。